我10多年前来到美国后，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言论，就是说去沃尔玛买东西的都是最底层的人，东西便宜，质量差。有些人还会明说自己绝对不会去沃尔玛买东西。我当时就很不解，因为我自己逛过沃尔玛了以后，就发现很多商品和别家的店一模一样，还更便宜。比如一盒完全相同的有机牛奶，别的店就会贵$1多。我觉得完全没必要买贵的，沃尔玛不是挺好的吗？虽然店里硬件可能看上去没那么高大上，摆放的凌乱些，但真的实惠，所以我完全不排斥沃尔玛。尤其是前年开始，我家猫咪爱吃的一种猫粮只有沃尔玛有卖，我就会时不时去离我家不远的一家沃尔玛社区店逛逛。沃尔玛社区店比普通的沃尔玛超市要小，但麻雀虽小也五脏俱全，基本的食品、日用品都有。去年的某一天，我在那家店遇到了一件让我非常不爽的事。那天中午时分，我推着车逛了挺久的，店里的货架正好重新规划过，所以我找了几圈才找到我要的东西。我结账一般很少选择自助，都会选择人工结账，尤其是我买了蔬菜水果的情况下，我觉得要自己称斤两比较麻烦。但那天人工结账柜台居然一个都没开，每个客人都在自助结账。自助结账区至少有4、5个员工站在那，好像在互相聊天的样子。我还觉得奇怪，这不是闲着吗？怎么也不肯开一个人工柜台？我那天东西买的挺多的，我特地小心翼翼地扫描每件货品，确保不出错。在我扫描番茄的时候，我特意在屏幕上花了一点时间确认番茄的种类，然后称重，接着把番茄放进塑料袋里。我下一个要扫描的是冷冻披萨，因为会比较大，我就再次回过身，把刚才放番茄的塑料袋往边上推了推，想腾点地方出来。然后我就发现我的屏幕上显示工作人员在赶来的路上。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，工作人员过来干什么？我难道不小心按到了什么求助键，把人给叫来了？我试着继续扫描我的披萨，发现扫不了，就只能等着工作人员过来。过了大概1分钟，走过来了一位工作人员，是一个身材高大、白发苍苍的老头。我对他说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屏幕上跳出来说工作人员在过来，我没按任何键。他在屏幕上操作了一下，突然屏幕上出现了我刚才把番茄放进塑料袋的录像画面，下面还有一句话说检测到了没有被扫描的商品。工作人员明显脸一沉，我这才恍然大悟，这个机器系统是觉得我有东西没扫。那一刻我的心也一沉，这是什么破系统，检测准确性那么差，还像播放犯罪证据一样播放我的录像，还斩钉截铁地说我有东西没扫，这系统凭什么用这么肯定的语气？我赶紧解释说，我很肯定我扫了每一件东西。我翻了塑料袋给他看，对照着屏幕上的商品名称列表，都是对的。但这个工作人员的脸始终还是有一丝怀疑的表情。他说，你可以扫你的披萨了。于是我就开始继续扫描商品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这位工作人员就在旁边盯着我，像是在确保我扫了每一件商品。此时我已经感到心里非常不适，并且我也意识到他还没有跟我说任何一句道歉的话呢。就算是因为机器出了错，也至少该简单的跟我说声 sorry 吧。不仅没有一点道歉，还继续把我当嫌疑分子，用很怀疑的眼神盯着我扫描商品，这真的很不尊重人。我付完钱以后，本来想找经理反映这件事，但当我看向四周，发现之前站在那里聊天的那帮工作人员都不见了，那老头也不见了，突然全都消失了，像恐怖片一样诡异。我想了想，觉得自己现在由于委屈，有点情绪上头，可能不能很好的表述事情经过和表达我的意图，加上工作人员突然都不见了，我还是先回去吧。等回到家，
我就按照收据上的网址进行投诉。投诉的那个框居然还有字数限制，我不得不说的简要一点。我向他们表达的主要意思是，你们不该把顾客当作潜在的窃贼，就算是机器识别错误，也该有人向我道歉。后来我又在谷歌上写了一条评价，讲述了这件事，因为我真的非常生气，而且我也觉得有必要提醒别人自助结账时注意这个情况。我的性格类型是典型的 ISTJ， 诚实是我做人的准则，我受什么委屈都行，但不能怀疑我的人品。把我当嫌疑犯对待，这是对我莫大的侮辱。过了2周，我收到了那家沃尔玛社区店的经理的电子邮件，他道了歉，并且希望我能再次光临他的店，再给他的团队一次机会。虽然他的回复只是几句客套话，但至少表达了歉意，我就觉得心里好受多了。但我至今没再光顾过那家店。我家周围15分钟车程内什么超市都有，别的沃尔玛也有好几家，没必要再去那家给自己心里添堵。其实这件事发生后，我就想到，如果有顾客真的不小心有东西没扫，那会是什么后果？我还为此在网上查了一下，发现就有不少顾客抱怨说自己不小心漏扫了一件小东西，就被当成窃贼，即使自己表示愿意支付那样东西，还是会被按盗窃来处理。顾客会被带到一间房间里接受询问，沃尔玛会引导顾客签署某种文件做了结，也可能会叫警察来处理。当然，这过程中顾客有权保持沉默，也有权请律师。我的那家沃尔玛店的谷歌评价里，有人甚至说自己还在完成支付的过程中就已经被指控为盗窃了。我觉得这也太不合理了。沃尔玛设置那么多自助结账柜台，把结账的责任推给顾客，顾客难免犯错，万一不小心漏扫被发现，就要遭受嫌疑犯的对待，凭什么？我知道沃尔玛的偷窃现象特别严重，在网上查到，沃尔玛2021年因偷窃损失了30亿美元，2022年损失了61亿美元，2023年损失了65亿美元。对这个情况我也很同情，但是不该让普通消费者一起背锅，把每个人都当作潜在的嫌疑人对待。沃尔玛2024年的营收为惊人的6481亿美元。底层人民的偷盗确实给你造成了一定的损失，底层人民的诚实消费也让你连续11年稳坐财富500强第1名。仗着自己有便宜的优势，服务差也不怕没人来光顾，不顾及底层人民的尊严。沃尔玛观感真的很差，格局真的不大。我现在经常光顾本地的另一家连锁超市 Harris Teeter， 东西稍微贵一点，但服务真的上了一个层次，员工客气有礼貌，让人心情愉悦。我如今真的可以理解，为什么有些人同样的东西宁愿多花钱，也不愿去沃尔玛购物了。体验真的很重要，被尊重真的很重要。我以前去过一次附近的奥迪超市，被他毫无服务精神的企业文化震惊了，就再也没有去过。比如推车居然还要投币押金，这在美国如今非常罕见了。那家店只开一个人工结账口，要排队等很久。不提供塑料袋也就算了，即使花钱买了纸袋也不帮客人装。负责推车的员工为了省事，不让结完账的顾客把车推出去，要求直接把推车里的东西拿走，把车留下来。对我来说，这些全是雷点。我猜想可能德国超市的风格就是这样的，但沃尔玛可是完全美国血统。我一直认为美国有一种政治正确，就是不歧视穷人，人人平等，人格不分贵贱，至少表面上样子肯定要做到。但我觉得沃尔玛现在已经有点在雷区上蹦迪的感觉，把穷人当软柿子。我看到网上的案例，有个顾客因扫描器的故障漏扫了几件商品，被沃尔玛指控偷窃。顾客状告沃尔玛，经过多年诉讼，最终获得了200多万美元的赔偿。
沃尔玛如果不转变思路，不改善对待顾客的态度，将来只会有更多这样的事情发生，名声只会越来越差。欢迎有类似经历的网友留言讨论，发表看法。